近年来，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伦理的议题，不当研究行为也被广泛的讨论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什么是造假及变造资料。简单来说，造假就像不含咖啡也不含牛奶的咖啡牛奶，虽然喝起来像咖啡牛奶，但是里面的成分既没有咖啡也没有牛奶，只有加了色素与化学香料，所以一切都是假的。变造就像包装上写着使用100%的咖啡与牛奶，但是牛奶的实际成分只有10%，其他的90%都是用奶精粉跟香料调制的，也就是部分真的，部分假的。所谓的造假，是指伪造虚构不存在的资料、数据或结果，将虚构的资料作为研究成果记录下来或发表。举例来说，像是贩售减肥药的公司，他们的产品明明对减重没有半点作用，但是广告却声称有上百人使用后减肥成效显著，这则广告很明显的就是造假。变造是指操弄研究资料、仪器设备或过程，或更改、删除数据或结果，其中也包含隐藏未符合理想或矛盾的研究成果，美化资料导致研究成果无法正确呈现。举例来说，像是整形医师替人整形，明明有20%的失败风险，但是该医生却对外宣称手术100%成功，零风险。这个医生隐瞒了不符合理想的结果，就是一种变造行为。换句话说，造假是指无中生有，变造是指偷天换日，操弄研究资料。学术界中造假与变造的情势各国皆有。曾经日本某知名大学教授被揭发，他过去发表的论文当中所呈现的图片，多是由同一张图片经过复制、反转或删除部分影像所生成。换句话说，他只是编辑相同的图片，而没有新的研究发现，因此该教授的论文被撤回，博士学位也被撤销。这起事件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研究伦理的诸多讨论。其实社会大众基本上都很相信科学研究的成果，若研究人员涉及造假或变造资料，后果不仅是论文被撤回，更可能造成其他影响，例如：1. 误导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设计与执行； 2. 影响公共政策的研拟与制定； 3. 影响社会大众对知识的正确理解，以及人民的健康与福祉。所以在任何的研究中，研究人员都务必谨守研究伦理，千万不要在研究过程中造假或变造研究资料。